如果有一天你正在國外旅行，走進一間服飾店之前，先把喝到一半的咖啡放在门口的飲料架上，10分鐘後走出來，卻看見一位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正拿起你的咖啡，大口大口喝了起来，甚至還把旁邊另一杯奶茶倒進去混着喝。看到這一幕，你第一個反應會是什麼？傻眼、憤怒，還是懷疑自己是不是在拍整人節目？之前看到這樣一段只有短短10幾秒的影片，卻意外在南韓掀起一場巨大的網絡風暴。而更有趣的是，真正引發討論的已經不是喝飲料這件事本身，而是它背後所映照出的一整個社會心理。記得去年我到首爾旅遊，順便找一位在明洞經營服飾店多年的韓國朋友聊天，姑且叫他志勳。那天晚上打烊後，我們坐在店裡喝咖啡，沒想到他第一句話就讓我有點意外。他說：“我決定把门口那個飲料架拆掉了。”我愣了一下，因為去過首爾的人應該都知道，在明洞很多服飾店門口都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，因為韓國人習慣邊逛街邊喝咖啡，為了避免顧客把飲料帶進店裡，不小心弄髒衣服，許多店家都會貼心地設置飲料暫放區。這幾乎已經變成一種城市文化，所以我很好奇，怎麼了？志勳苦笑了一下，把手機遞給我。你先看這段影片。影片很簡單，一位外國遊客在明洞逛街時，意外拍下一幕奇景。畫面裡，一名中年男子走到飲料架前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接着非常自然地拿起一杯陌生人的咖啡開始喝，喝完還不過癮，又拿起另一杯奶茶直接混在一起，整個過程沒有一絲猶豫，仿佛那就是自己的飲料。影片只有10幾秒，但短短幾天觀看次數就突破100萬。更誇張的是，連韓國主流媒體都開始跟進報道。我原本以為大家討論的重點會是公共衛生，結果完全不是。志勳告訴我，一開始大家確實很生氣，很多韓國網友留言說太離譜了，怎麼可能有人這樣做，太沒公德心了。但很快的討論開始轉向另一個方向，大家開始問，這個人真的是韓國人嗎？你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很多社會在面對負面事件時，都會出現一種本能反應，那就是先把自己排除在外。於是各種推論開始出現，有人說明洞現在都是外國觀光客，真正的韓國人根本不去明洞，所以這一定不是韓國人。有人從穿着分析，有人從髮型分析，甚至有人從走路姿勢開始分析，最後得出結論，這一定是外國人。更誇張的是，連拍攝影片的人都被捲進去了。有人開始懷疑，這是不是故意設計出來的劇本？是不是有人為了流量自導自演？看到這裡，我忽然覺得有點熟悉，因為這不只是韓國，其實很多國家都有一樣的現象。只要碰到會傷害集體形象的事情，第一時間的反應不是解決問題，而是先找一個可以怪罪的人，因為只要把責任推給別人，自己的自尊就能保留下來。這其實是一種很正常的人性，只是當它放大成一個社會現象的時候，就變得非常有趣。因為我們會開始發現，很多人其實不是在追求真相，而是在保護自己相信的世界。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有一個名詞越來越常被提起，資訊繭房。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相信的世界裡，只看喜歡看的資訊，只聽喜歡聽的聲音。慢慢的，真相变得不重要，舒服比較重要。後來，志勳跟我說了一句讓我印象很深刻的話，他說，其實不管那個人是不是韓國人，問題根本不在國籍。因為就算今天證明他是韓國人，也不代表全體韓國人都這樣。如果證明他是外國人，也不代表外國人都沒有公德心。一個人的行為從來不能代表一整個國家，但偏偏現在的社群媒體最喜歡做的事情，就是把個案變成標籤。一個人做錯事，變成某個國家的錯；一個人失禮，變成一整個民族的問題。
久而久之，對立就越來越嚴重。有趣的是，這起事件反而也讓很多韓國人開始反思另一件事情：這種飲料暫放區真的適合繼續存在嗎？畢竟以前建立它的初衷是因為相信人與人之間的信任，但現在觀光客變多了，人流變大了，環境也變了，是不是該重新思考新的管理方式？你會發現，這才是成熟社會真正該討論的問題，不是誰比較丟臉，而是怎麼讓事情變得更好。其實很多時候，真正進步的社會不是永遠不犯錯，而是犯錯之後能不能誠實面對問題。畢竟每個地方都有怪人，每個國家都有失序的时候，重點是我們怎麼處理它。故事說到這裡，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，如果今天這件事情發生在台灣，會發生什麼事？如果有一家店在門口放了一整排飲料，你敢放心離開10分鐘嗎？如果有人喝了你的飲料，你又會怎麼做？這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社會觀察，因為一個小小的飲料架背後反映的遠遠不只是公德心，而是信任文化、社會默契，以及我們如何看待彼此。最後，智勳還是決定暫時保留那個飲料架，但他多貼了一張告示牌，上面只寫了一句話：請尊重別人的飲料，就像尊重自己的東西一樣。短短一句話，卻好像也在提醒我們每一個人，真正難拆的不是門口的架子，而是心裡那道先入為主的偏見。你覺得呢？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你的城市，你還願意使用這種飲料暫放區嗎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喜歡這類從真實事件看世界，重新認識不同文化的內容，記得按讚、訂閱與分享。我們下次見。